在日本的东京，这里是涩谷区西布亚。如果您也想来一场与众不同的旅程，邀请您安排一场富士山的露营。除了可以陶冶一下身心灵，还有令人羡慕的打卡拍照点。有兴趣的朋友参考第一则留言哦。我们今天来到的这里是环境非常好的区域，涩谷跟中野的交界。然后这边目前附近的街廓是这样，助理今天我们来这里是涩谷嘛，没错，我没说错嘛。涩谷区的靠近新宿嘛，还是靠近中野？靠近中野、新宿都好。啊，这个三角地带啦。那这边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去前面那里看的那个房子，我真的觉得不错，一整栋。然后那个可能台湾随便卖一个房子来这边都可以买一整栋那样，而且是买涩谷啊。不是买那种奇奇怪怪的地方，台湾可能奇奇怪怪的店面都可能跟那个差不多钱了。好，所以有兴趣的可以问一下朱莉，最近有什么物件啊？台湾卖一间，来这里买一整栋哦，一整栋里面好几间可以有收租的，有做饭店的，一楼还有店面哦。这种我觉得最适合台湾人，台湾人最喜欢这一种。那我们今天来到涩谷了，有没有涩谷的房子可以看？涩谷的房子已经看完了。看完了。那我们要看剩下一个要干什么？中野哦，中野跟涩谷还有新宿是不是都在旁边啊？都是在交界，边都有交界，对。那涩谷啊、新宿还有中野，他们各有什么样子不一样？新宿是不是比较属于高楼大厦呢？然后办公区啊？其实都有你说涩谷它也是有高楼大厦，然后也有这个住宅区，所以每一个区都是你要看集中在车站附近的楼就特别高，但是你只要稍微往旁边走个5分钟、6分钟就有住宅。对，有住宅也有一户建。有人以前说那个一户建都要在近郊，可是我们现在一路走来，到处都一户建，对，所以不来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以为只有在乡下买得到一户建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新宿涩谷的高楼大厦旁边5分钟就有了，是这意思。但就是如果新宿、涩谷还有中野都差不多的话，中野的 CP 值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，因为它价格稍微再低一些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也不便宜了，现在都涨起来。但是相对于新宿或者是涩谷，还是比较便宜一些。可能像这样一栋它2亿多，然后但是在可能会有价差个5、6千万左右哦，所以可能不到2亿就有机会买到一栋楼。OK，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怎么过去啊？我们搭计程车。计程车？哎呦，我今天走的有。日本的计程车很贵呢，是不是这一台啊？这是不是计程车？好，来一下。这一台车子它会自动开来呀。皇冠呢？来，进来。どうぞ。よろしいですか？我现在都得刷卡。好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是 Rafael 的一个评比哦，它是到了又是在这个 Seven， 我觉得朱莉很喜欢找 Seven 旁边的房子。你说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？在东中野。这一栋吗？这一栋，对，感觉很新没有新，对。这个是旁边的曼雄，这个是旁边的曼雄，它是这一栋，是这个早稻田通。早稻田通是通到早稻田吗？早稻田就在这条路上。大学在这一条路上，哇，所以这一区应该算是很不错。早稻田是在中野区吗？没有，在新宿区。所以是往新宿的方向过去就会通到早稻田，对不对？我们过去那边看一下啊，我们走过来了哈。刚那个便利商店在那里正对面，哇！然后旁边呢，它这个跟旁边的栋距又这么宽哦，它几乎可以停这台脚踏车。这不是，应该是到这边，它间接应该到这里了。这边呢，这边是它的，这边是它的。后面这又另外一栋了，都围起来了所以是这一栋，前面这一栋。日本好像很喜欢盖这种小楼对，这种小楼。然后这个是这样子，这是店面吗？这也是他们1楼的房间。1楼房间。对。它感觉是有一个铁门拉下来了，是这样子，就这一块。然后它是什么结构？
RC 的，就是钢筋混凝土铁筋的，然后有4层楼高，这样看下来，应该没办法进去，对不对？我们走来这边看一下。它有管理组合呢。对，管理公司。应该没办法进去了。它这个是奥多乐谷2层，两个这个管理这样。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八间在这样，等于是8间。可是这个深度这样应该蛮大间哦。是。应该每一间。里面的它平均是20平方米一间。哦，20平方米，所以也是1K 的。对，1 DK 之类。1 DK， 但没有阳台。所以这个会不会是事务所啊？你要当事务所也可以啊，因为它这个就是住商混合，所以这个是商业近邻商业吧，因为对，这个是什么通？早稻田通早稻田通算是在这边算是一条主要干道。对，算是主要干道。所以如果说一般像在这种大马路的，应该都是贵到爆。是，台湾贵，在大马路也都贵到爆。对，我是说这应该很贵吧？这个。我认为现在这价钱还行啊。大概多少钱？17000，那不就才3500万？是，他3500万台币买一栋楼，在早稻田大马路旁边，哇，太厉害了！这样子在台湾是买不到这种价钱的，一整栋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他现在怎么利用？那现在就是都是长租，已经是满租的，全部是长租满租。对，然后投报有4.5%左右吧。4.5%。年可以收853万左右。853万。对。然后投报大概4.7%。是。因为它这是属于这种一栋别墅，就是一栋楼啊，一栋楼，所以你就可是它有管理组合啊。它那个是管理公司，不是管理组合。那管理公司等于说管理。我要付什么5%的管理费那一种是吗？就是说，假设如果今天我们的屋主买下来以后，他不愿意给这个，因为沟通会不良，所以他就直接跟我们公司管理。所以就换成那个就换成那公司换成你，然后你就可以帮忙做后续的比如说招租或者是做缴水电费啊、收租这些，然后慢慢的退租了以后，你还可以帮他申请为饭店。对。这是饭店，这不是一般的民宿哦。饭店是可以做365天的，是。那民宿180天而已，所以买这个还比较划算呢，因为。怎么讲？你如果说像买一个现在一户建，在中野或者是新宿买一个一户建，不需要这么好的地段，一间大概多少钱？1亿。所以你如果买2间就2亿。对。那一间一年大概可以纯收，大概可以收到多少？是做长租吗？就是做饭店的话，做民宿只能做半年嘛。对，半年大概就是可能收个600、700万左右。600、700万，纯的吗？净利吗？不是纯，可能存到手上大概差不多400左右吧。400，所以2间也是收800，而且要花2亿。对，这个才1亿7。你什么事都不用干，就现在就800多万啊！如果改成饭店，不就更高？是啊。那这个很适合我们一般人投资但是这个就是买这种一栋楼，现在有什么样子的限制，或者是说，如果是这样，大家就买这个就好了，为什么一定要去买一户建来做民宿嘞？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的风潮嘛。风潮？对啊，就是你说九妹吗？对，那很多人就一户建我就是一户建是木造的，大家要搞清楚，一户建是茶走木头里面是木头的，所以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。这是钢筋混凝土的，所以等于说要买那一户建，现在听下来。扣掉成本还有维护费用，可能比人家这个的长租还要差，有可能，因为他只能做180天呢。是啊，180天绝对比这里差啦，一定比这里差。那如果你要可以做旅馆的，又要在这么大马路的一户建，一定也不便宜。是啊，一定可能一间就1亿，真的1亿，所以你可能要花2亿，结果你收到1年也是800万。是，那你还不买这个？对，你就是你1年做这个旅馆可能收到800万，但是。一户建是这样，花了2亿，但是你花1亿7，然后可能就是长租就可以做到800多万，这样子。那保守估计的话，这个如果以你来做旅馆或民宿，你觉得大概可以做到什么程度？第一个我自己都有10%以上那个出台的，不是1年做到10%以上吗？10%是包含所有费用吗？还是只是营业额？包含所有费用。所以这1亿7的话，你可能1年可以收1700万哦。有可能，对。800万变1700。对。如果把它全部改成旅馆的话是有可能。那我上次有听你讲说，你要把里面的租客要赶走，不这么容易。对，不是那么容易，这个有时候要碰运气。可是你看我们就是，你真的有成功过是吧？对啊，你看我那个出台就已经3间都已经。那你怎么跟他们谈？我觉得这是真的，给钱是最快的方式。对，就是
治百病。那大概要给多少钱才有办法？我们就是给个4个月至5个月的这个搬迁费，对，搬迁费里面补偿金啊，恢复也不需要他付嘛，因为有你本来就要做成旅馆，就是要去整理，对，要整理。哦，这样子，这也是一个全新的选择哎，我觉得这是很适合我们现在台湾人的选项。然后再来就是这种方式里面有租客，要贷款比较容易。对。你要拿去银行贷款，银行是很欢迎说有收租的、有租金的物件，它在审核上面是比较能接受的。它可以贷1半以上。这一间可以贷1半以上，我们认为啦。所以1亿7大概可以贷个8、9千万没问题。是哦，那这样子听起来好像又更有竞争力了哦。OK， 好。那这个是在我们中野这边的一个物件，它离东中野的捷运站大概700公尺。我们刚这样看过700公尺，大概拉行李也是7、8分钟可以到的地方，所以还算还可以。然后附近有3个车站，有一个最大的车站中野站啊 ，JR 中野站在大概1公里多，也没有很远。然后还有一个洛河地铁站啊，所以它中间这边有3个地铁站，对于很多观光客来讲是比较方便的区域啦。好，所以如果对这类的房地产有兴趣，这类物件有兴趣，欢迎跟助理联络，这个可遇不可求。直接问他你的需求，然后你的预算在哪里啊？这直接问他。第一则留言或者是这边扫描 QR code 可以加入他的官方账号。那如果你是最近想要来这边看房子，想要来这边买房子的，也可以请助理帮你安排哦，来这边带看。那想了解日本的房地产资讯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群组。第一则留言加入方式哦，我们期待有更多人来一起支持真心话，我们就感谢助理的分享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如果你正计划来大阪旅游，那你可以选择 Ruby 他们公司的民宿，这里有一个像家的客厅，还有像家一样的餐桌，可以去超市买和牛回来煮，还有帮你洗屁屁的免治马桶，有洗衣机，出门不用带那么多衣服，体验正宗日式的房间。欢迎来找 Ruby。